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咱们前面已经把这个绿联的160瓦闪充派 Pro 4口充电器所有的测试数据咱们都已经上传上来了，有需要看的可以去我的主页看看这一个充电器的评测视频。喜欢咱们频道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160瓦的绿联闪充派 Pro 氮化镓充电器。拆解之前，咱们先把这个充电器的多口功率分配的一个规则先测试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它4个充电口，有2个框框把它圈住的，这里有一个笔记本和手机的标识，这里一个手机的标识，也就是说这2个充电口为大功率的充电口，这2个为小功率的充电口，大家用的时候注意区分一下。4个充电口单口功率140瓦、100瓦、33瓦和33瓦。我们现在来测试 C1 加 C2 或者是 C2 加 C1 的情况。C1 口140瓦， C2 口的话我们用这个90瓦的酷泰克10号来模拟100瓦吧。接上 C2 口， C1 口会断流，重新分配功率变成100瓦加60瓦。我们拔下 C2 口， C1 口不会断流，但是它会调整功率，重新回到140瓦的功率。C2 加 C1， 我们先启动 C2 的大功率，然后再接上 C1 口。C2 口不会断流，但是功率会降到60瓦，然后这一边的话就是100瓦。然后我们拔掉 C1 口， C2 口也不会断流，功率会重新回到大功率。现在是 C1 口加 C3 口， C1 口启动140瓦，插上 C3 口， C1 口也会重新分配功率变成100瓦，这一边的话就是 PD 的30瓦。我们拔掉 C3 口， C1 口它不会断流，但是功率会重新回到28伏5安140瓦。C3 加 C1 的情况，我们先接上 C3 口，让它启动 PD 30瓦，然后我们再接上 Type-C 1口。C3 口不会断流，功率它也不会变。C1 口的话就是100瓦，拔下 C1 口， C2 口它也不会变。现在是 C2 加 C3 的情况，我们把 C2 口启动100瓦， C3 口接上去， C2 口也不会断连， C3 口顺利的启动 PD 30瓦，我们拔掉 C3 口， C2 口也不会断连，功率也不会变。 C3 口我们启动 PD 30瓦，我们再接上 C2 口，这边也不断连，这边的话直接启动100瓦，拔下 C2 口， C3 口也不会变。现在是 C1 口加 USB A 口， C1 口我们启动140瓦，接上 USB A 口， C1 口不会断连，这边的话启动12伏 1.5 安，也就是20瓦的功率。我们拔掉 USB A 口， C1 口不会断连， C2 口加 USB A 口，我们 C2 口启动100瓦，我们接上 USB A 口， C2 口也不会断连，这边的话就是20瓦的功率。拔下 USB A 口， C2 口也不会断连， C3 口加 USB A 口，我们启动 C3 口的30瓦，接上 USB A 口， C3 口会断连，重新分配功率，2个充电口就变成2个基础功率，3口同时用。这是 Type-C 1口140瓦，我们再接上 Type-C 2口，让它变成100瓦加60瓦。 C3 口我们再接上一台设备，不会断连啊，但是 Type-C 1口功率就调整到65瓦的功率，这边还是65瓦，65加65加30，总功率160瓦。我们拔掉3口，它也不会断流，功率的话就会自动上涨，这边变成60瓦，这边变成100瓦。 C1 加 C2 再加一个 USB A 口是什么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C1 跟 C2 同时用的时候， C2 一插进去， C1 就会断流，分配成100瓦。然后我们接上 USB A 口，不会断连，但是功率的话就会下降，这边变成65瓦65瓦，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基础功率。拔插 C1 口，它也是不会出现断连的情况。 C2 加 C3 加 USB A， 我们先启动 C2 和 C3 的大功率，2个总功率是130瓦，然后我们再接上 USB A 口， C3 口会变成基础功率， C2 口它的功率还是没变，也不会断流。 C1 加 C3 加 USB A 口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C1 和 C3 的130瓦功率，我们再接上 USB A 口，接上去 C3 口马上就变成基础功率，这个 C1 口的话还是没变100瓦。4个充电口同时用的时候， Type-C 1口65瓦，
Type-C 2口比65瓦要高一点点，走的是20伏。这两个就是基础功率，也就是说4个充电口一起用的时候，只有2个大功率，2个是基础功率。这个多口功率的分配规则我们都详细的测了一遍。4个口同时输出的时候，这2个是基础功率，这2个是大功率，应对苹果的全家桶，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充电器啊！这个比官方的140瓦充电器要便宜一半的价格，带来的是有4个充电口，苹果的 Mac 充电，苹果的平板充电，苹果的手机充电，苹果的耳机和手表充电，一次性全部搞定。我们现在就是拆解这一个绿联的160瓦氮化镓4口充电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缝隙在这个地方，我们用撬棒看能不能把它撬开。撬了半天了，终于把这个盖子给撬开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160瓦的，它是采用了全灌风的工艺，跟上次我们拆的那个140瓦的有一点不一样。我又是敲啊，又是撬啊，就是不出来啊。没办法，我们就把这里把它切掉，把这个前面板把它切开一点，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内部全部都是被胶灌满了。把这个折叠插脚的螺丝我们把它卸掉，这是这个充电器的盖体，这是它的折叠插脚的模块，然后这一个就是它的主板，全灌风的工艺。我们还要进行清胶，花了我48个小时清了这么多胶出来。然后这就是背面的一个散热板，这个散热板的材质也是采用了一种黄铜材质。散热板背面这里还有一个麦蜡片进行绝缘处理，外部还有耐高温的胶带缠绕进行保护。散热板和主板之间还有这个散热硅脂贴在上面的，很厚的一张散热硅脂。平面变压器旁边贴有这一种白色的散热硅脂贴，为了缩小体积，采用的是平面的变压器，这种变压器成本很高的。然后这里是次级输出的小板，然后这边是初级输入的小板，然后这一块就是主板。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我们全部把它拆解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路的架构。这就是我拆解下来这个充电器的所有的东西。这个充电器得益于先进的架构，它的元器件没有多少，但是芯片的话不少啊。这个是初级的小板，这个是主板，这是次级的输出端小板。这个绿联160瓦氮化镓4口充电器采用的是 PFC 功率因素校正加 HFB 混合反击式拓扑架构的开关电源，加次级 SR 整流升降压输出的架构。这是德国英飞凌公司在业界首发的一种新型开关电源架构。这种电源架构用一颗主控芯片控制 PFC 和 HFB 混合反击式拓扑电路。这种架构的优点可以带来较高的功率密度和系统的效率。这是这个充电器的折叠插脚模块，它是通过2颗螺丝固定在这个壳体的这个内部。220伏插头部分它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插头的簧片为吸磁的金属材料。输入端微型合式保险丝来自成立于2003年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电路保护元件的公司东莞市贝特电子科技。这一颗保险是贝特932系列慢熔断塑封保险丝，规格是5安，耐压250伏。一颗绿色热敏电阻，用于防止插座滥用电流损坏充电器，来自成立于1984年全球被动元器件领域知名的供应商台湾的91电子。这是91电子 JNR 系列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这是充电器的第1级供膜电感，用来滤除220伏交流电内部的 EMI 杂波。内部的磁芯为绿色，用气包线和绝缘线2种线材进行绕制，外部套有热缩管，底部有电幕进行固定。黄颜色的安硅 X2 电容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金属化薄膜电容器制造商东莞全鹏电子，规格是 0.33 微法，耐压275伏。这是这个充电器的第2级扁平铜带式共膜电感，具有更加优良的 EMI 效果，可以承受更大电流。内部绿色方形磁芯，底部有黑色塑料架进行固定。2颗整流桥并联使用均摊发热，适应型号 WRLSB80MN， 用于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来自成立于2007年，专注于分立半导体器件及研发的企业深圳市沃尔德实业。这是一颗软桥，有着比较平滑的光段特性，并拥有良好的散热特性，规格是8安，耐压1000伏。2颗橙色薄膜滤波电容，来自成立于1986年，主要生产金属化薄膜电容器的厂家台湾的凯利电子。这2颗电容规格是1微法，耐压450伏。这一颗就是一个磁环滤波电感，内部的磁芯为黑色，用气泡线进行绕制，外部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这个也是起到滤波作用的。2颗小电容为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10微法，耐压100伏，来自成立于1985年国产老牌电容器厂家湖南的爱华电子，属于爱华电子 RR 系列高频、低阻抗、高可靠性电解电容。另外一颗47微法，耐压50伏，来自成立于2016年一家研发生产全系列铝电容的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新中原电子，属于新中原 GF 系列低阻长寿电解电容。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主控芯片，适应型号 XDPS2221，来自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之一，其前身是西门子集团的半导体部门，于1999年独立的德国英飞凌半导体。这是一款高度集成，同时具备 PFC 升压、混合反击式拓扑 HFB 控制的主控芯片，凭借其高集成度，2个转换极可无缝协作实现控制优化，进而提供卓越性能。内部集成无碰芯变压器的高边驱动器，驱动 HFB 级高低边开关的低边驱动器，以及 PFC 开关的驱动器，摆脱传统反击拓扑结构，助力打造简单的系统架构，同时具备谐振半桥转换器性能，以临界导通模式运行，确保不同线路输入和负载条件下均可实现高效率，保护措施全面，各类操作条件下均能可靠运行。一颗思印 R2090 的减流电阻，用于实时检测和控制通过 PFC 升压变换器的电感电流。PFC 升压电路防止反向电压冲击，提高系统稳定性的旁路保护二极管，适应型号 MUR5JB1， 是一颗耐压1000伏的快恢复二极管。充电器的 PFC 升压开关管适应型号 60R190D1， 一样的来自德国英飞凌。这是一颗耐压600伏、内部导阻190毫欧的增强型功率晶体管，属于英飞凌酷尔 GAN600V 系列，提供快速的开关速度和最小的开关损耗，实现高效率的简单半桥拓扑结构。PFC 整流二极管适应型号 MSM06065G1，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专业功率半导体元器件设计及销售的公司深圳市梅普生半导体。这是一颗6安耐压650伏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跟我们前面拆解的绿联140瓦用的是同一颗二极管。这一个就是充电器的 PFC 升压电感，内部有铜箔，外部用耐高温的绝缘胶带缠绕进行保护，电感的分量还是非常足的。这一颗就是充电器的主滤波电解电容，一样的来自深圳新中原电子，属于新中原 KM 系列标准电解电容。HFB 混合反击式拓扑电路的2颗开关管，跟 PFC 升压开关管用的是同一个型号，都是英飞凌的 QL GAN600V 系列氮化镓开关管。一颗灰色的谐振电容，规格是 0.68 微法，耐压250伏，配合这个背面这一颗贴片式电感器，组成 LC 震荡电路，以帮助适配器实现高效能和高稳定性的运行。这一个就是充电器的平面变压器，变压器的磁芯外部有铜箔加强散热，然后外部还有耐高温的绝缘胶带缠住进行保护。这一部分电路就是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端电路，它由3路升降压电路来驱动4个充电口进行电流输出。3颗贴片式陶瓷 Y 电容，这一面2颗，背面这里还有1颗。3颗 Y 电容来自成立于2014年，专注于被动元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四川特瑞祥科技。
其中2颗适应型号 Y1221，规格是220匹法，耐压400伏；另外1颗适应型号 Y1102，规格是1000匹法，耐压400伏。3颗并联使用，提升安规等级。用于调节反馈输出电压的光电耦合器，适应型号 EL1018。来自成立于1983年全球知名的 LED 生产企业台湾的易光电子。这一颗光耦是易光 EL101X 系列光电耦合器。平面变压器的侧边这一颗6角芯片，这就是充电器的次级同步整流芯片，适应型号 IBUJR， 实际型号是 MP6951， 来自成立于1997年专注于高性能模拟集成电路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和销售的公司，美国的 MPS 芯源半导体。这是一款采用倒装芯片组装技术的复边同步整流驱动器，可用于高频反击式变换器。芯片具备智能 VDS 正零检测技术，有助于防止 DCM、QR、ZVS 操作期间的误触发。2颗次级同步整流 NMOS 开关管，适应型号 0802LS， 一样的来自德国英飞凌，规格是耐压100伏，内部导阻 3.4 毫欧。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2颗。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集铝电容、固态电容、超级电容研发销售为一体的企业兆庆绿宝石电子。2颗电容规格是220微法，耐压35伏，属于绿宝石 CU 系列超低阻抗、高文波电流、高电压固态电容。旁边还有2颗 MLCC 电容并联进行滤波，1颗适应 9AW1 的电压基准芯片，实际型号是 M1431AXG， 来自创立于1999年一家专业从事模拟集成电路芯片研发及销售的企业南京威盟电子。这是一款适用于广泛电子设计应用的高性能电压参考器件，其优越的技术参数和灵活的应用性、稳定准确的电压参考，使其成为提高电路设计精度和可靠性的理想选择。2颗输出滤波固态电容进行次级输出，再次滤波，规格是330微法，耐压35伏，一样的来自兆庆绿宝石，属于绿宝石 BD 系列低阻抗、高文波电流、高电压固态电容。Type-C 1口输入端滤波固态电容，一样的来自绿宝石 BD 系列固态电容，规格是100微法，耐压35伏。这是一颗升降压合金电感，适应 4R7， 规格是 4.7 微亨。Type-C 1口2颗降压 NMOS 开关管组成半桥降压拓扑电路，适应型号 SWT40N45，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数模混合芯片设计企业珠海的智荣科技。规格资料官网是没有查到的。Type-C 1口降压电路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适应型号 SW3566H， 一样的来自珠海智荣科技。这是一款高集成度的多快充协议双口充电 SoC 芯片，支持 USB-C 和 USB-A 接口充电，并支持双口独立线流。芯片内部集成了高效率的同步降压转换器，支持 PD3.1、QC、SCP、UFCS 等快充协议，支持快充协议定制，最大支持140瓦输出功率，输出电流、线损补偿等保护阀值均可以通过 I2C 进行设定。内置的 ADC 可以实现输入、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芯片温度等9个通道的数据采集，具备全面的保护功能，确保整个系统安全可靠。Type-C 1口输出 V-Bus 开关管，适应型号 RU4040， 来自成立于2009年一家从事硅基功率半导体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深圳市瑞俊半导体。这颗 NMOS 的规格是耐压40伏，内部的导阻 5.5 毫欧。Type-C 1口输出滤波固态电容，规格是100微法，耐压35伏，跟前面一样，绿宝石 BD 系列固态电容。1颗适应 R003 为 Type-C 1口电流取样电阻。Type-C 2口输入滤波固态电容，一样的来自兆庆绿宝石的 BD 系列固态电容，规格是100微法，耐压35伏。Type-C 2口升降压合金电感，适应 4R7， 也是 4.7 微亨。Type-C 2口2颗降压 NMOS 开关管组成半桥降压拓扑电路，适应型号 RUH4040， 跟 Type-C 1口输出 V-Bus 开关管一样的，来自深圳的瑞俊半导体。Type-C 2口降压电路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适应型号 SW3536， 一样的来自珠海智荣，是一款高集成度的多快充协议双口充电芯片，支持双口独立线流，内部集成了7安高效率同步降压变换器，支持丰富全面的多种快充协议，最大支持140瓦输出功率，集成 CC-CV 模式、双口管理逻辑以及双芯片动态功率分配。
外围元件精简，是一颗完整的高性能多快充协议双口充电解决方案芯片。Type-C 2口输出 V-Bus 开关管，CE 型号 002N03M， 来自成立于2012年，始终聚焦功率器件研发与应用技术研究的公司深圳微兆半导体。规格是耐压30伏，内部的导阻 1.4毫欧。Type-C 2口输出滤波固态电容，规格是220微法，耐压25伏，跟前面一样，来自绿宝石，属于绿宝石 BC 系列低阻抗高文波电流固态电容。一颗思音 R005 为 Type-C 2口的电流取样电阻。C3 口和 USB-A 口输入端滤波固态电容，一样的来自绿宝石的 BD 系列固态电容，规格是100微法，耐压35伏。这一颗是 C3 口和 USB-A 口的升降压合金电感，思音 427， 也是 4.7 微亨。C3 口和 USB-A 口两个降压 NMOS 开关管组成半桥降压拓扑电路，思音型号 RUH4040， 跟 Type-C 2口一样的，来自瑞俊半导体，规格也是一样的。C3 口和 USB-A 口的降压电路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思音型号 SW3536， 跟 Type-C 2口规格一模一样，都是来自珠海的智荣科技。C3 口和 USB-A 口输出 V-Bus 开关管，思音型号 RU30D20， 也是来自深圳瑞俊半导体。这个 NMOS 的规格是30伏，内部的导阻 8.5毫欧。C3 口和 USB-A 口输出滤波固态电容，规格是220微法，耐压25伏，跟 Type-C 2口一样，来自绿宝石的 BC 系列固态电容。两颗思音005的电阻分别为 C3 口和 USB-A 口的电流取样电阻。这是充电器的3个 USB-C 连接器，内部的舌片光滑细腻，没有毛刺，做工很不错。这是充电器 USB-A 口的连接器，内部的舌片一样的光滑细腻，没有毛刺。充电器的上盖壳体上面有绿联的英文标识，这里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充电器的主壳体上面一样的有绿联的英文标识，内部一样的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这个绿联160瓦氮化镓4口充电器经过测试拆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特点是有大功率融合快充协议和总功率160瓦的大功率输出。内部电路架构用的最新的德国英飞凌的开关电源架构， PFC 功率因素校正加 HFB 混合反击式拓扑架构，全套的英飞凌方案非常的不错，文波控制也是十分到位，价格比苹果原装的140瓦单口充电器便宜一半，可以说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喜欢咱们视频的各位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这一期视频有点长，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把它看完，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